上周，11名议员率先完成面试。做什么了呀？我什么都没有做呀。唤醒一下我对戏剧的热忱。可以，可以。我没有时间结婚啊！我想当影帝。你放心，高兴的不得了呢。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个人。真棒！黄婷婷、熊黛林顺利入班。是。本周面试继续。好想抱抱你啊！谁又能获得入班名额呢？好，下一位。哎，来，哦呦，都好帅呀！他怎么这么帅？各位老师好，我叫殷凯，是一名动作捕捉演员，今年29，从5岁开始练习武术，今年已经折腾了24年。我在15年的时候，以专业第1的全武水平考上了上海体育大学武术表演专业。然后在校期间，机缘巧合有个游戏项目找到了我，从此进入了动作捕捉的这个行业。你们可能会在一些很多的游戏作品里看到我的一些身手，就像24年爆火的黑神话悟空。我有一法可超度孤魂。你还演过什么不同的角色？像刚刚《黑神话：悟空》里面那个游戏嘛，它里面有60%以上的角色，我都有参演。哦，像和平精英，哇，好哇！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游戏，像《和平精英》《永劫无间》《原神》等等。早期呢，我也演了一些话剧，也演过一些影视的一些作品。在18年的时候，也给王一博老师做过武术指导。正好说到动作捕捉，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动作捕捉其实就是我们动捕演员，在一个360度全是光学摄像机的一个场地里，我们就会穿着像我那张照片，黑色紧身衣，身上贴着 mark 点，然后在场地里进行我们的表演，然后虚拟角色就会在电脑里来共同体现，就是我抬手，虚拟角色也抬手。我现在做动捕演员这个行业做了有10年，每年的一个开工的天数，可能有200多天。标杆，也是承蒙行业里的认可。我现在不谦虚的说，也算是行业里的一哥。动捕一个是吧？你能演2、3个不同的动作出来？哦，可以啊，我可以先小演一段。好啊。拿着没事，谢谢，没事。虎怪，老虎。太厉害了，很厉害。哦，不容易哦。对呀，刚才的形体很好。对呀，你就是这样。那个动作很棒哎。很难。动捕只是动作嘛，但是我刚刚看你表情啊、眼神都很重要。这个会有帮助吗？大家不要被字面所误导。动作捕捉它虽然说动作打头，
但是他的情绪、他的表演状态都是要在的。也会用到里面的表情吗？有啊，在游戏当中也会采集我们的面部表情。啊，哦，我刚刚很欣赏你，就刚刚演那个怪物的眼神。因为我们常说我们演戏的啊，我们叫观目。那观目很重要的。刚刚美猴那个小饼猴啊，他虽然戴了面具，他的眼睛也有戏啊。是的，是的，是这是很。重要的。那现在他是要求走出幕后，放下他的现在的。我想来更多的想展示一下我的身手，我的武术。可以啊。好。哇，好厉害！哦，天哪！哇，哦，太棒了！太厉害了！哇，这空中的时间很好啊。好了，厉害！我们还没鼓掌，这同学在后面已经鼓掌了，你看。有欢呼声了。谢谢。不是他在这空中有时间的。对，是，很棒，那表现力很好。来吧，开始打分吧。来，两位。我觉得这一组可能蛮难选的。对。完了，这组咋选啊？我先表态了。提个议啊。很难呀。我觉得咱们破个例吧，两个全进入吧。对，我就想说，我要提议2个全进。同意。对，我也同意。同意。谢老师。这一次又破了我们那个记录了。哎，我们是4个的淘汰，这是2个都要进局是吧？对，一定要同意2个进。你也同意我？们李督导，你的提议非常好。我想讲一句话啊，小饼哦，在我们这个节目，很多学员都来说很需要我们，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很需要你。谢谢老师。因为我们需要这种学生，我们需要大家来看到你对大家一种鼓励，人生就是这样子，人生这样走出来的。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导师都能帮好，谢谢老师，好不好？我会努力的。2位都是非常难得，非常好，恭喜你们！谢谢。加油，兄弟！铁柱，我也想跟你讲一句话。在你年轻的人生里，你已经经历了9981难，希望你在无限超越班取得真经。谢谢老师。太棒了！我太激动了，我在这里哭的太多了，我在干啥？来吧。对，哎，先拿！哇！哈哈来，谢谢老师。恭喜！好棒，好开心。这2个确实难以割舍，是吧？对，对，非常棒，非常棒！来，皮肤亲起来。我们这可以有4个全淘汰了，有全进。
我应该高兴，我大高兴吧。我能晋级是我的意外之喜。导师都看哭了。哦，那真的是被我的故事所打动哭了。下一步我想让他们被我的演技所打动哭了，这是我的目标。开心一过后，就是又开始紧张了，又开始焦虑，想后边我们是什么样一个赛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呈现一个好的作品，能给到老师或给到观众，才能让我们这一次的无限超越班之行真的是不枉此行。对。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好，马上我们请出下一组的学员，语音、甘望星还有姚冠宇，有请。刚好我们3个都合作过，也是短距离目前。好，来，大家好，哎，大家好。哎呦，来3位介绍一下自己。各位监制好，我是艺员姚冠宇。各位老师们好，我是演员于英。各位老师好，我是演员甘望星。非常好啊，老大大了，你们3位都知道啊。来，冠宇，你先介绍自己吧，2位请到那边先坐一下，好不好？哦，姚冠宇先来哈。各位监制们好，这是我的基本资料。其实我出道已经10年了，但是近2年内才被人看见，因为我拍了短剧。这些是我的这几年积累的作品，大概3年的时间，积累了60多部短剧作品。60部，1年20部。这里面是有我自己原创的歌，我除了演戏之外还喜欢唱歌。哦。第一首《远行的斑马》这首还自己做了自己 MV 的导演，对这个感觉还挺不一样，还挺新奇的。哦。然后2025年其实过得都还挺充实的。2026年的开头来到无限超越班，就想自己能有无限的精力和无限的能量，超越过去的自己，匹配得上自己未来的角色。谢谢。啊，姚冠宇真的是很帅哈。嗯，我发现他们短剧的男孩女孩都是很帅很漂亮。我觉得你不简单了，短剧里面很少有这样子的全才人物，又能作曲，本身是歌手，又能当导演拍 MV 啊。鄙人不才，我男团出道的，就是之前有唱跳过。哇，鄙人不才都出来了。但是很厉害啊，听说你快要打倒柯纯了。柯纯很厉害的，你还叫什么 F4是吧？他是把柯纯已经刷下去，现在你才是一哥啊。有那么厉害吗？还有这事儿呢？没有。他说谁是柯纯呢？啊，不会吧？不是，看他根本。语音不告诉你，不可能嘛。没这回事儿，只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当时呢，它只是一个平台的数据，只是当日的一个数据。就那么一天，是吧？这个就不说了，细节就不说了。没有啊，你不用谦虚啊。我刚刚在化妆间还看了一下那个数据，你是在他前面了。今天呢就又不一样了，今天可能就是。所以因为更新的太快。对，没关系，反正加油。太快了，反正加油 ，OK。好，谢谢老师。谢谢你们，现在是新的 CP 是吧？然后要请一些老 CP 出来了。来，小甘，来，轮到你。甘星星。对。各位老师好，我叫甘望星，然后我来自湖南醴陵。望星。对。你跟语音合作过多少期啊？
如果算上这一次来无限超越班，就是4大。然后很多人就是第一次知道我，可能是因为这2个阶段。我是那个来自长沙世界之窗的鬼，然后跟创造营2021。然后后来我就受到了很多关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没有然后？你想要搞笑？然后就没有然后。然后后来我慢慢接触演戏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演戏这个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对于我来说需要一切从零开始，因为原先我就是一个素人。接触演戏之后，我发现得先去把我的普通话给学习一下。然后后来我去找老师学的时候呢，老师就从每一个字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开口就是那个归音啊，对，归音，对。然后练习的时候呢，就老师拿那个筷子让我叼着那个筷子去咬字。哦，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吗？很有效。他这个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我有个例子，我也拍过一个电影，里边有个角色是小红云唱《寒灯发鼓》的，他就是筷子加咬着3根蜡烛，寒灯发鼓，他要咬着筷子的时候要唱，所以必须嘴皮子很有劲儿，才能咬出吐字清楚。对。我们来试一试啊。我说一句绕口令吧。好。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的出租车司机。哇，这句还蛮难的哇！哎，这样说的很好哎。哦，那说的真好啊！你现在厉害呀！当然，说好普通话是第一步啊，但是说好普通话不等于说好台词。是的，因为非常多的学播音的普通话可能比我们演员还要标准，因为他们要去考级。对。那现在有 AI 了，你放心 ，AI 说的更标准。他们就是讲得清楚而已。对，不等于台词。所以当然你的第一步也是要学好普通话了。好的。然后，这是我这2年就是参演的一些影视作品。哇！哎呦，这么帅！哇！帅哦，帅的。哎呦，帅的。哎呦，哦，没想到我老婆居然是个小霸总来了。它是一张影视脸，在镜头前是合适的，拍平面、拍图片和视频。你长得有点像郭品超。哦，哎，有点像，有点像。他怎么可以还这么帅啊？你是在夸自己吗？不是。他以前就长这样，他现在还长这样。啊，对，好，懂了，我们已经懂了。OK， 好，那你休息一会，请你老搭档出来。4大语音，姨母笑，姨父笑。大家好，我是演员于英，我是非科班出身的。然后我呢，其实之前学的是理科，我学的是电气自动化。然后上大学那一刻，我慢慢的接触了自媒体，去拍了一些小小的短片。然后我就用我大学存的那几年的钱，找了一个类似于进修班，我去学了几个月的表演，然后进入了这个圈子。有一段时间呢，就一直在家待业，去试戏一直试不上，直到短剧的出现，然后我就一步一步的拍，拍到有一天导演找到我，他说英子有一部剧特别适合你，我们可以一起创作一下，就是《好一个乖乖女》。就是我事业的转折点，让更多人认识了我。这部剧呢，也是和老师们熟悉的柯晨搭的。因为这部剧让我得到了很多的机会，出演了我人生中的第1部长剧，就是《玉茗茶谷》，而且还和饶雪漫老师合作了《不一样的他之唐一》。
在乖乖女剧圈期间，我跟柯纯有一次连麦，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怎么办？他说开年这个剧这么多人关注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作品，我们走的是下坡路啊。所以我当时我很害怕自己的能力达不到大家对我的关注度，所以我会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其实有很多我是驾驭不了这些角色的。我听到一句话，就是演员要向下扎根，向上才能开出花。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继续沉下心来，而不是去一味的消耗自己。然后我想跟老师说的是，我来无限超越班，我就是希望打破自己的一些之前的表演的固定化。有这么多优秀的导师，就可以跟老师们再更多的学习。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对，所以这个一直是我的疑问啊。其实去年跟柯纯也有聊过，就是那你在我们这儿学习完了，你是希望去拍长剧吗？我希望去演更多我认为我自己可以驾驭的角色。就怕你学会了就失业，因为那对学会就失业，就受众就不接受你那个那么平淡的。学会就学会失业，只是说节奏会快。其实是信息密度。其实短剧现在也有很多很慢的节奏，虽然说有些慢节奏不代表对，不代表那个细腻的过程，它是另外一回事情。明白。但我觉得，就是你看我们专业艺术学院还有综合大学培养出来的演员，他们很多都闲着没事干。那为什么专业的那些演员空着短剧没人请呢？因为他们吃不了苦啊。那就是我刚才想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人品，他们很能吃苦的。不，现在也有很多，现在特别多电影学院中戏上戏的，全都搬到横店拍短剧。他们在拍了是吗？在拍了，已经横店已经太多的专业的演员能拍短剧。对，这是一个现实现象。对，北京身边好多朋友都已经搬去横店了。所以我就是人咯，最后还是人。你们3位现在都能够这样子，我觉得是你们自己的为人很重要，你肯吃苦，对，这是最重要的。还有最重要是什么呢？不忘初心。你们是怎么出来的？红了还是这样子，你就会一直红，这很重要的。好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出题目了？好，那请2位也出来，一起。因为你们3个是2对的 CP 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想看看你们的合作到底有多厉害啊！哇哦！语音，你想搭谁？你们搭的比较多，你们搭吧。好 ，OK， 好，我把内容告诉你啊，就是你们现在去露天的电影院看电影。你们是刚刚认识的，但是男的呢迟到了半个小时，来了之后，你们的场面是怎么样？有多尴尬？你怎么去解释？你们2个演一次给我们看看。那关羽，你在后面的同学里面找一个跟你搭，好不好？啊，可以啊，好。比较新鲜一点啊 ，OK， 好，你去找。好。我们可以申请点道具吗？可以。椅子啊，可以要椅子啊，啊。这女孩子心里有主意。那必然的。对呀，那我们待会儿。你从这边上来。在这边。我在那边。行。怎么办啊？谁能救救我呀？男生可以吗？情侣。女孩。情侣。没事，你随便选。等一下。肯定得短剧的那边的得。哦，大岳老师吧，大岳老师可以吗？我想演点不一样的。大岳老师说我有点懵。加油！这家给我乐的，来一趟凑一堆镜头。哎，好，别紧张。加油！你喜欢大岳还是大岳妈呀？大岳。OK， 来，预备。还在暖身 ，OK， 预备 ，Action， 开始。
我。哎，这个很可爱。其实我刚刚。咱俩现在像拍 MV， 哎，我也是，是不是？像拍 MV。挺赶啊，第一期就上手啊。没有，没事没事。还有抱抱，还有抱抱。好看，爱看。哎呀，我也想演这种。不是，哎，不是第一次约会就这样。好看，爱看，还想看。偶像剧还是要年轻人演。好，可以了。很棒，很棒，很细致。现在年轻人节奏这么快吗？第一次见面，还挺甜。怪不得大家爱看，我也爱看这种。哎，没有，我不喊停，你们后边还想怎么着？人家第一次见面就上手了，就肯定要。要是你不喊停，也会喊停，因为要卡点收费了。啊，对对对，就是手段太快了，单一了。第一次是往里坐进去，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还是这个。对啊，而且你们在看什么的？恐怖片。恐怖片哇，完全没感觉到。对他怕嘛？他也敢去怕吗？直奔结果，不用思考，直奔结果。而且你把他抱住以后，他接受之后，你的气息没有变化，你的身上仍然是刚才要抱他探索的这个气息，身体没有变化。哎，表演的训练啊，也真正的演员是你内心出现了什么画面，然后你把这个画面诠释出来，我们观众就带入进去了。第一次他迟到半个小时，对，什么都没有表示就上手了，你还答应他，你这波。那我应该我那个进来，我是看到大家就是因为露天电影院嘛，就都有很多人，我也不太好开口，非常之紧张，然后到非常之疲惫，然后到非常之兴奋，然后就是在这种反复折磨之中，我连对方的脸我都看不清，我当时紧张到这种状态上，救命啊！ OK， 好，没事。大夫一下评价他啊。我们请第二队来，关羽，哎，题目比刚刚那个要窄一点点，因为你看过人家的，在表演呢就不公平了啊。你们要做不同的表现。OK， 好，来。但是在电影院吗？站着吗？餐厅嘛，餐厅怎么样？可以。那可以要椅子吗？要。
2张椅子，好，来。第一次约会哦，是吧？嗯，对。这其实比电影有点难演，对吧？他有对白了就。对，他不是直言反应了。来，预备，开始。我们一会儿再点单，谢谢啊，还有人。没点菜啊？等你呢。哎，你好，点菜。我要这个京酱肉丝，烤鸭卷饼，再来个西瓜汁，我够了。你看你吃什么呀？啊，我没事，你点吧。哦，都可以。那就先这样。哎，加2碗米饭啊。来。你没有啥要说的吗？第一次约会，你迟到了半个小时。我刚刚扶一个老爷爷过马路，扶了半小时。那你可以给我发个消息啊，因为我在这儿等了半个小时，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你好得让我知道啊，我心里有一个准备啊。你这样的话，我心情……我刚刚扶完老爷爷过马路之后，我又送了一个老奶奶回家。你是去养老院了吗？这么多老人让你送，而且一个红绿灯60秒，你迟到了半个小时。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扶，没问题啊，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你可以跟我说一声，因为我一直在这儿等，我们第一次约会，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也得考虑一下女生的感受。我刚刚穿越了。我喜欢这些东西。你才跟我开玩笑，而且 OK， 可以，你说你穿哪儿去了吧？我送完老爷爷老奶奶之后，穿越到商场。你坐下说。去给你买了个见面礼物。哇哦！喜欢吗？哎呦！再见，你快坐下，你早说呀！我刚刚手吵你手有点大。没有，你刚刚可以再大点声。好，停，可以来第2个方案来。换一个反差大一点的。那这个我们就约会很多次了，好吧？好，来，预备，开始。哦，先不用点单，我在等人，谢谢啊。姐姐。哇哦！你先坐下，这儿人很多，你别公共场合这样。我不错，我迟到了，对不起嘛。你先坐下，给你转过去了。支付宝到账。你先坐下，这人很多呀。姐姐，我想吃硬饭，我不想吃软饭。这是叫狼狗撒娇吗？给你转过去了，没空哄你。转过去。支付宝到账。哇哦！先坐下。我刚刚其实是去打工赚钱，准备养你的。我的钱够你花，不用你养我，好吗？先坐下。先坐下，这人很多啊，我没有空哄你。你凶我！完了！妈呀，你怎么还哭了？
你怎么还哭呢？你哭啥呀？钱转给你了，你别哭啊！这么多人，别出声！这么多人呢，你要不再加点儿？给你转过去了，别哭。支付宝到账。好丑。好，行。太好了。哇，有意思，有意思。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天哪，太牛了，太牛了！厉害啊！哎呀，这个大月挺好的，很放松，很鲜活。大月，对呀，我们是在考冠宇还是在考你？但是冠宇也不错呀，冠宇不错啊，切换的人物啊，我们要看不是情绪，就是有一个人出现，我就觉得这组可以很好，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老师，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谢谢。好，那大月你好，对，谢谢你啊。好，我再来一个考题好不好？是2位男生的。你们2位同时在追求一个女的 ，OK？ 现在我们请小金姐你来客串。哇哦！来，你以为这是什么事儿呢？看我的，好难追啊！小倩姐好难追啊！来，预备，开始。3、2、1，开始。你说你喜欢他？你喜欢他什么呀？你告诉我呀。语气不对，你这好像是我没有什么可喜欢的。这都还是没有经过小庆姐的历练。重新来。你说你喜欢他，你喜欢他什么呢？他什么我都喜欢。别碰他，别碰他。这么早就开始妒忌，这也不准。妒忌要隔一会儿。好。你知道他爱吃什么吗？我知道啊。哎，停！你们俩不能丢掉主角去说话。对的，我是主角嘛。这他俩注意力应该放在小庆姐身上，不是他俩要互呛。女主不好追啊！啊，来，不容易。你知道他爱吃什么吗？我当然知道，他平时就爱吃大鱼大肉，你知道吗？他鱼肉过敏啊！他什么鱼肉过敏啊？他就爱吃鱼肉。你爱吃鱼肉吗？停！不对，不是他们没向着你，他们争什么呢？你看你的对手干嘛？主角是谁呀？你们2个要跟小庆姐说话，跟我说话。对，来吧。你一会儿就看场电影吧，好不好？姐姐，你别跟他去。你首先叫姐姐就失败了。想跟我谈恋爱叫什么姐姐？不是，还是你反应快。对呀。他要叫刘晓庆或者小庆，也可以叫我泽天。不是，哎，你们2个老在那儿较什么劲？你要追一个女孩，不得向这个女孩展现你的魅力和你的真诚吗？对不对？我觉得小庆姐的要求是对的，你们先一来2个吵什么了？他们丢掉主角的存对在。啊，你看，对，给他们上一课，学到了，学到了。好。那我可以退场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辛苦，谢谢，辛苦，辛苦，谢谢，谢谢。好，留下谁？3选1啊。我留下当中的。我当中那个。我原谅他们都，虽然那个求爱的方式不对，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爱，所以我就选他。哎呀，你看，让生气了，哎呀。好，我选姚冠宇。为了我的亲情，我也选姚冠宇。那我选望星吧。
谢谢。要我选的话，还是相比之下啊，姚冠宇，谢谢。我简单说两句哈，因为其实我觉得姚冠宇，当你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抓住了我们的眼睛，就是非常身姿挺拔的，我觉得很有一个演员的范儿，也很聪明，很会自己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设计人物，但是我这票我会选于英。我想说为什么呢？因为你小小的身体里让我觉得你可塑性很强，而且你非常能够适应迅速的跟演员的所有的反应，你让我看到了更多你未来的可能性。谢谢老师。甘望星呢，我觉得你形象超级好，但是呢底气不足，可能在未来你需要去学习的地方可能还是有挺多的。好，我更喜欢姚冠宇。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是有变化的，让我看到。那现在票数怎么样？票数应该是冠宇。对。好，那恭喜你，加油。两位先休息。OK， 谢谢老师。今天我觉得受益良多吧，因为今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最主要的是还是我的自信心不足，首先还是得自己变得更优秀，才能有那个底气来支撑。我今天对自己不是那么满意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多的在表演结果，没有过程。我认为老师们对我的教导都是非常的受用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也学习到很多。好，那我们请出下一位。我现在最想看的就是新一代年少成名的孩子们，有请下一位议员黄硕。继续，加油加油！我去哪儿啊？王树没来吗？黄硕。王硕一次。王硕2次。王硕2次。好，那我们就换人了。好，王硕，我来了。我来了。各位老师好，我叫黄硕，然后大家可以叫我硕哥。硕哥，小孩哥。因为平时包括比我大、比我小的人，他们都叫我硕哥，可能因为我看着比较沉稳，对。然后这是我的 PPT， 然后上面是我的一些基本信息。我是一个唱跳歌手，虽然说我给我了一个这个年少成名组，但是我觉得我只占了年少，还没有到成名的地步吧。我没有系统的学过表演，但是有一丢丢的表演经历吧。就是在我11岁的时候，演了一个少儿大电影。还有谁欺负你啊？然后我平时喜欢自己拍一些比较抽象搞笑的短片吧，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然后我来之前，我还询问了一下上一季的一个学员，他是我的好兄弟，他叫于雨涵。他跟我说，来到这里很恐怖。然后呢？那你还来？非常的恐怖啊！对，怎么很恐怖呢？他就说很恐怖，然后让我多吃饭。多吃饭。然后他之前跟我讲，他上一季的演技从0到1，那这一季呢，我打算0到2，0到2。好，突然间奶凶。突然间的燃起来了。然后我也是一个挺爱演的人吧。然后来到这里，也希望各位老师们多多鞭策我。我叫黄硕。好，学长。哦，我见过他，我们见过面啊。对，之前在《繁花》的时候。对，我也见过你。对。性格看到了，外貌也看到了，才艺不知道。准备什么能够让我们爱上你？你来秀一下。那我给各位老师带来一个小表演加一段舞蹈吧。好啊，来。耽误老师1分钟看一下。太好了。俺是熊大，
光头强又来砍树了，俺得去看看。好抽象。熊大，光头强今天没看书呢，他在家看综艺呢。看啥综艺啊？他在家看《无限超越班》呢，里面有个叫黄硕的小子马上要表演了。哎，一边去，让我来讲吧。哈，老师好，我叫黄硕，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舞蹈 ，music。心照我魂英雄不过问出身，开个暴走船满城热血传承少年人，总是有惊涛骇浪亦能独闯这难关，古来征战中华独树一番。这真的是在自己的专业上就很有自己的魅力了，真的是。谢谢老师。好，漂亮。你跟于涵一跳舞就是变人啊，很有范。但是你是来当演员的吼？是。因为演员就越普通越好哦，就怕你习惯了那些很有范的动作啊，就。也可以啊，就起码比于涵好一点。啊，真的吗？于涵你在看吗？我只能说还好。那是当初于涵来这里的时候，又觉得又怕又贵。反应舞蹈都没跳，也没有那么活泼。对，因为刚刚你跳那个是可能你已经跳了好几年了，所以我看不出你的有特别的东西。你能够演一段戏可以啊。那我们就出题啦，就是你一个很喜欢偶像这个行业的人，但是你妈妈绝对反对要你做回一个普通人。那有一天在家里面练习舞蹈的时候呢，就被你妈妈发现了。很适合你。那谁来帮你？那耍一个妈妈吧。对啊。那我请赛飞老师吧。哦，赛飞，哇，好，赛飞老师帮忙一下好不好？好啊。想清楚。准备 music。传承少年人，总是有惊涛骇浪亦能独闯这难关，古来征战中华独树一番。说，我们说好了，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我们不去艺考。你是理科生，你怎么还是不听还要跳呢？你还要准备去考吗？妈，你冷静一点。跳舞是我的梦想，我真的去跳啊！可是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说好了，我们不考了，你怎么还不听话呢？妈，你凭什么管我一辈子？说，你听妈妈说，你好好听妈妈说，你是知道你爸爸是怎么走的。这么多年，妈妈一个人抚养你长大容易吗？啊，
我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些跳舞的人、跳舞的孩子有多辛苦吗？啊，你这个哮喘的病，你受得了吗？妈，你听我讲，很难，想出道、想当练习生很难，但是这是我的梦想。我只想求你给我一次努力的机会，好吗？你不记得了吗？你不记得你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演出已经倒在舞台上了吗？妈妈差一点失去你，你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啊？你答应妈妈不跳了好吗？我们去考理科好吗？跳舞比我的命重要。妈，我求你了，你给我一次努力的机会行吗？这是我的梦想啊。我不想过10岁了。妈，我明白了，但这真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希望你能理解我。那你去死！你死！你死！你给我听着！你要跳舞，你先要死！你死了你再跳！你听我听着，你要么死，你要么我死，我们走，2个人总要死一个。这可能也是一种表达的偏执嘛，是吗？好，可以了。辛苦辛苦辛苦。好谢魏老师，真厉害。我觉得记录挺好的，挺好的，真挺好的。棒棒的，棒棒的。哇，厉害厉害厉害，潘老师厉害。不错，孩子不错，孩子投入挺快的。但是他为什么腔调有点问题啊？妈，你冷静一点。爸，你冷静一点，我只想求你给我一次努力的机会，好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应该怎么说？你理解我讲小孩子的一个对白的腔调。就你在表演情绪，我们没有看到你真的情绪。对，你太过好听的声音，或者太有那个不真实的声音，就没有何老师那么真实。每一个字都是你冷静一点，这是我的理想，我的愿望，你能放我一个吗？就这样的，好像你要注意。好的。但是黄素就是刚才最后那一下啊，其实何赛飞老师演的已经非常激烈了，就是那一刹那，妈妈跟你不是你死我就我死，其实妈妈有可能去跳楼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他就是老师一步一步的给你的时候，在那一刹那你真的可以跪下了，就妈，他真的有可能做出比你还极端的事情。不，他还是要练下去。就是我想说的这个情境。对，毕竟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你希望在0到2，你现在还在0。对，没事。好，那我们请出下一位，你在这里先坐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老师。除了黄硕以外，还有一位议员，我在30岁的时候曾经出演过他的职业。
他才10几岁就拿下冠军，让全国观众记住了。下一位，请刘璇上场，加油！这是奥运冠军，奥运冠军，国之骄傲。来，有请刘璇。老师们好。厉害厉害！刘璇，你好，好久不见。对，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我好紧张，刚刚坐在后面的时候感觉还好，但是现在站在这里感觉气氛不一样。然后我讲一下，我是从5岁就开始练体操，练体操练到21岁。体操运动员是一个年轻的职业，他可能16、17岁当年就要退役。可能大家最认知我的一定是在悉尼奥运会上平衡木的冠军。当年也是中国体操屏幕0的突破，同时也是第一次我们中国女子的体操运动员还练到21岁还能再上场比2届奥运会的第一个人。然后我开创了一个就是体操的试验田，然后这个就是体坛的一个荣誉。然后我01年的时候，其实就进入了北京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我就有幸的演了第一部触电，叫《我的美丽乡愁》，然后演的是一个南下广州的打工妹。然后就是08年的《壮士出征》，这个是为我们北京奥运做的一个就是献礼。11年的这部剧呢，就是我正儿八经的在 TVB 拍的戏，叫《女权》。然后18年的这个《扶摇》是当时的大型的古代一个励志剧，演的是一个大反派。今天我真的以全新的这个新人的姿态，然后跟大家来讨教。对，好，你就来听的时候，大家很喜欢你的，后来为什么又走了？我就真的是回去结婚生孩子去了。哦，现在主要是因为真的孩子渐渐的长大了，然后我自己呢也可以展翅高飞的去追求自己的热爱。还想拍戏？非常想。在所有的职业里面，我觉得演员跟我曾经的这个运动员的身份呢，就是在那个状态里面是很相似的。摒弃外界的杂念，然后你要全力专注的去对待。我听了，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体操运动员和我们演员这一行2个共同点，一个是你是肢体的协调性会帮到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注意力的集中性，这很好。这演员工作就是要注意力相当集中，因为我觉得演员其实是需要一个耐得住的心，就是你在创作角色也好，在这个环境里也好，就跟我们运动员一样。好，那咱们就来个题目了，请你用演员的身份再次给我们重现一下这些片段，可以吗？我试一下吧，因为那个片段离我其实还是蛮遥远的，因为20多年了。对，好，高光时刻。我想请何老师像我的教练。原来是这样。当然不让，哎呀，哈，教练，我就冠军的教练不得了啊！陈文老师是落地以后的片段。对。好，你是一名中国体操运动员，刚参加完奥运会平衡木决赛，在经历多年刻苦训练、伤病与巨大压力之后，你终于站在奥运赛场上，等待最终的成绩。这种好难演，好极致的情绪啊！一般这种夺冠，他们特别亢奋，你发现没？不是，演的是等待的那个过程，然后他那边一出分，对，还挺难。哎，我们是观众，我们也鼓掌啊！好，来，屏幕落地啊，落地。
这个范儿一下就对啊。刚刚下落地之前的时候，想一定要站住梁文成，但是我现在不是，我们先等一下分数。这样好紧张。9.82分，确认夺冠。9.85吗？确定是9.85吗？9.85啊！真的很快了。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u Shuan. 9.825分，中国队又拿了一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的祝贺，又夺得了一块金牌。哎呦，哎，你看有生活真的不一样，眼睛里面有东西，就是这个，你看，生活体验多重要。其实喜悦的哭不容易。哎，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呢。你要我演怎么演呢？那个都是谢谢妈妈，对吗？不是这个很真实，很真实，会突然间被打的一下那个感觉哦。我觉得首先我要很感谢刘璇，你这段非常真情实感的这段表演，把你自己带回了那一刹那，也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觉得就像刚才振宇哥说的，他没有看过这样的表演，那么难，但是你做到了。而且真的很了不起。对对对。你刚才出来的时候，其实在过去我们没有见面，我就觉得哇，这个女孩好漂亮，好美。但刚才经过这一段，我觉得不光是美丽优雅，而且是真的又有智慧又有实力。谢谢。所以一个演员的悟性特别重要，他能听准题，是吧？让你准确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而且他做到了。我相信，不管在哪个行业里，就是能做到金字塔尖上的人，一定是聪明的人，对悟性、灵性都非常好的。就他说的20多年以前，他重新去感受、建立这个当年的感觉，也是需要有调动力的啊。我相信给他叫他演另外一个角色，不是他自己也能演得好。谢谢老师。咱们打分，看他们两位，我们留下哪个都很好啊。来，你也上来。弟弟。可惜黄渤遇到了一个更强的对手，我觉得。这俩都好，都演得很好。好，来，我们就对盛斌老师，就是刘璇。谢谢老师。我选刘璇吧。我也选刘璇。我选刘璇啊。OK， 好，我也是选刘璇。对，你看我们
6个导师讲完了，都是给你的。如果我也给你的话，你就满分了。你会不会骄傲？如果你会骄傲，我就不给你了。当然不会啊，我冠军都拿了，我也没骄傲。OK， 我这一分还是给你。哦，谢谢。好，全票通过。当然，黄硕，其实你已经做的比我们想要的还更好。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表演经验的话，你跟这个赛飞老师能够真的接得住戏不慌，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你刚好遇到了一个很强劲的对手，在一个比较当中，那是真的没有办法。感觉老师很厉害，然后我还需要多加油。对，好，你很好，你很好，你可以退场。好嘞，好嘞，好嘞。然后我们有请李老师给他一个刘轩来，对，进入加油，谢谢。他能在体操吃那么多苦，在影视界的苦都能吃。恭喜你成为我们无限超越班其中一个成员。谢谢，好紧张啊！金牌冠军他确实有，但是金牌它不是我人生的免死金牌，就人生是需要往前走的，所以我希望我自己也能成长，也能有挑战。咱们去那边看看学员们的情况呗。哎，好，走。哎，老师，我们之前收到这张蚂蚁保送卡，是不是拿到了可以直接晋级啊？那怎么行呢？这不是破坏了行业的规矩吗？没有听说过演员还能保送的。我们无限超越班可是要凭实力竞争的哦。来，我跟大家解答一下啊，其实这张蚂蚁保送卡呢，不是说直接保送大家晋级，这是蚂蚁保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你们大家呢可以凭借这张卡咨询蚂蚁保的专业人士，为你提供一张人身保障建议。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们都以为是蚂蚁保送卡，原来是蚂蚁保送卡。对，蚂蚁保上呢有各类优选的保险，现在去支付宝搜蚂蚁保就可以详细了解一下。OK， 好，那么请下组。我一直以为作为演员，肢体的这个功力也是帮自己加分的。那么我现在请出来的是江真宇、胡嘉欣、苏琪、许静雅。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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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哇哇，养眼！老师们好。哎，你好。好，徐静雅，你先来，三位请到那边坐。各位老师好，我叫许静雅，然后我毕业的院校是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我去年刚刚毕业。舞蹈改变了我的命运，就是在2021年，我刚刚考上北舞大学的那一年，张艺谋导演进行了《满江红》的全国选拔，然后可能我的面试表现也还凑合，所以我就一路的从初试进入到了复试，然后最后出演了《满江红》的蓝玉。这个时候呢，我也就是意识到了，作为一个舞蹈生转演员的这个过程中呢，我可能还需要一些素质的训练。然后作为一个新人演员呢，坦白说，我来到无限超越班的目的一个是就是和各位监制老师学习，看看我还有什么能够提升和改变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增加一些自己的曝光度，然后让更多的观众还有更多的老师们知道，有一个叫许静雅的演员还在这个努力的去试戏，努力的去想要上戏。谢谢各位老师。好。啊，这个你的资料卡上写的是婉婉泪亲的刘浩存，大家为什么这样形容你呢？婉婉泪亲的刘浩存什么意思？是说他长得像，就是像刘浩存。哦，我是有一点像浩存的感觉。
其实我们刚出来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说你像这个人，你像那个人，包括说我们跟之前的某女郎都有类似性。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张艺谋导演他的审美可能是有他自己的一套体系，我们可能所有的人身上都有相似性的东西，但并不代表我们一模一样。好的，知道了。好可爱。他挺能表达的，也很清晰啊。是的，是的。来，我们下个请胡嘉欣。各位老师好，我是胡嘉欣。其实我呢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演员，我以前是练竞技体操的。你是个体操运动员？对对对。哦，好，来。我从3岁半开始练，然后练了11年，后来因为受伤我就退役了。就那段时间，其实是我人生中很迷茫、很低迷的一段时间。我就在想，我小时候没有培养任何的兴趣爱好，我以后应该干什么呢？其实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是跳舞，还有表演，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戏精。离开体操队的那段时间，我就在想，那运动员这条路是我父母给我选的，那我自己要不要坚定一下自我？去选择一条我自己想走的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顾我父母的反对，我就踏上了北京，就是开启了我的演员之路。好，这些是我后来正式做了演员之后拍过的一些作品，都是好戏啊。因为我也干了8年演员了，能参演这些大作品也是我自己的荣幸。虽然说都是演的一些配角，但是我自己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嘛，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观众负责就好了。我觉得他性格好飒呀，干脆。所以今天我站在这儿，非常的荣幸，然后能看到各位前辈，我希望你们能鞭策我，然后能对我严厉一点。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指导。好，谢谢，很棒。Hello， 大家好，各位导师好，我是苏琪，我是学金融的。哇，学金融。其实我从小学习舞蹈已经15年了，然后我想去考院校，但是我妈妈不喜欢我做这一些，然后我就顺着她的意去学了金融。但是后来用我妈的一句话来说是孩子大了，翅膀硬了。我就直接去试戏进组磨练自己，然后我发现了舞蹈给我带来的帮助很大，我居然可以去演一个侠女，飞檐走壁的。然后这些是我1年多来积累的一些作品。都是短剧吗？不是，是长剧。有理想的娃。你是才拍戏1年多吗？对，快2年了。因为他去年的时候来我们这里帮过忙啊，无线助力员，他有来过，来过，对，后面那几个护士吗？那个山海情，然后我演的是春燕，就是一个农村的妹妹。哦，但是他有一点好处哈，就是我们拍《山海情》，有好几个女孩就过来帮忙演。结果到最后每个看就都说后面这个女孩不错，本来都讲她，对，本来聊的是纪凌尘，结果聊着聊着大家说这个女孩哪来的？这个女孩不错，很努力啊，很努力，很努力。我会抓住一切可以进步的机会。我来到这里，我想尝试一下从助演可以成为你们的主演，谢谢。好，加油！看实力哦，看实力，看实力。好，下位张金宇。各位老师们好，我叫江真宇。经过6年的舞蹈学习，艺考那年特别幸运，专业课考了第1，好厉害！我选择去了中央戏剧学院。当时我就知道说，我这辈子就想站在聚光灯下，我要当一个演员。当时因为市场也是流量至上嘛，我觉得光靠我试戏和跑组确实没有等来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机会，所以等到了2020年，终于下定了决心，先通过参加综艺节目让大家先看到我。当时确实让很多的人知道了我叫江真宇，我觉得可能我离自己的梦想能够更进一步的时候，老天爷真正的狠狠为我摁下了那个暂停键。
在第2次公演的时候，我颈椎受伤了。医生跟我说，你的第4、第5节颈椎反弓，如果说你要是在执意参加比赛的话，等着你的就是高位截瘫。所以我不得不退出比赛。那个特别想让作品、让角色为自己说话的我，其实至今为止也没能够给那个夏天为我撑腰的创始人们一个漂亮的答卷。哎呦，哎呦！但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戏剧一次一次又治愈了我。这些是康复过后，几乎是第一时间我就分享了我的工作。所以今天来，其实并不是想跟各位导师诉说遗憾的。暂停不是结束，我不怕失败，我也有能力会一次一次的重启。我希望来到无限超越的舞台上，有机会能够展现给大家，也希望通过跟老师们的学习，能蜕变成一个真正的演员江真宇。谢谢老师。好，我们现在开始出题，好吗？就考他一下呗。考吧，考吧，丁贵守护成长，无限超越梦想。本节目由丁贵儿脐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我信，告诉我你的病不是真的，我不允许你生病。他这个病可以治啊，医药费也可以报啊。你不是买了好医保吗？人家就这么一个小病，让你给演成了绝症。不过癌症、心血管病。蚂蚁保好医保也能保，蚂蚁保好医保，大病小病都能保，医保报完还能报。可以报啊，可以报。你们的考题是一样的。我给你一段音乐，你表述一下这个音乐里面应该有的情感和情绪，在心里给自己设定一个合适的场景和身份，用肢体动作把这个角色表演出来。就边听边感受边做就好了，好吧？很难的。即兴听到一段音乐，然后用自己的肢体去展现自己想要展现的场景。我无法预判。我很久没有跳过舞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要放什么音乐，我心里超级慌，真的是手心全是汗，然后一直都很忐忑。非常非常紧张，就是我能感觉到自己在颤抖。我们纯动作的 PK， 他们纯舞蹈的 PK， 看你一把汗，我手都出汗了。前面的那段音乐是有一点点忧伤的，所以我前面想做一些忧伤或者是淡淡的东西。然后后面有那种辉煌的感觉出来，后面再过渡到比较激烈的状态。哇，太美了，太美了！还蛮好看的。好，谢谢。你的情绪里面，我是看到的有开心，有期盼，不是那么明确。就我们也看到你听到音乐之后的情绪，是也有看到的，只不过就是它更像一段舞蹈表演，而不是表演。郝蕾老师说的话我听懂了，是因为你动作在先，情绪在后。没错，没错，应该是先有情绪，再有动作，而不是为动作而动作。他没说非得舞蹈。对，就是你只要有肢体塑造出来那个情况就行。
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然后我想的是我自己是一个侠客。就没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你整个舞蹈里面你的眼神很好，对，很飒。对。老师，其实我刚学的这个音乐有点短。你本来后面想表演什么？有一个起伏，然后我想可能翻一个跟头或者怎么样，就让它稍微完整一点。我们戏曲里面啊有程式化动作哈，然后我们所有程式化动作都是为人物服务的。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程式化动作用在这个人物身上？要有理由哦，你没有理由。如果要我的话，这段音乐我不展示我的身上的张开的基本功，我是悠悠的带着一种状态走，我或者微醺走路，难道不是舞蹈吗？难道不是肢体表达吗？你的背景音乐，你不是音乐的背景，哎，这个想法会好一点，是吧？我其实讲了我自己的经历，我是一个特别热爱舞蹈的人，但是妈妈不让我去学。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去汇报演出，但是我看到她来了，我就特别紧张，我就忘动作了。可以。我能看到你的情绪，看到他是有故事在里面的。我看懂了，看懂了啊！腿要抬起来，都因为情绪的关系又不能马上抬起来。试一次，再试一次，又抬起来。就他不是单纯的跳舞，他是把跳舞融入到了他的故事里啊。好，谢谢你啊！棒。我想要表达的是，我被推了进来，我只能跑，我必须得跑，因为我的后面有很多人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和角色，我必须先行动起来。真漂亮，很漂亮，视觉美感。那我来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舞蹈生来学表演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考大学的时候，声台形表都要考的。考单门的时候，就是舞蹈生肢体之协调啊，表现力之好啊，对吧？这个你的柔韧度啊，等等，一定是优于没有舞蹈功底的学生的啊。可是上了学以后就有问题了。我们表演的形体是作用于我们塑造角色的，那除非说我们演的是一个舞蹈家，有单独的舞蹈，那如果没有的话，实际上它就是利用肢体
去塑造你要塑造的角色，所以就我们不能只是在跳舞。要当演员，要塑造别人，要让别人住进你们的内心，把自己卸得越光越好，越干净越好。我们选吧。选吧。啊，我选舒淇。你选舒淇啊？俊姐，我选胡嘉欣。我选胡嘉欣啊。她非常棒。我要选，我肯定是选舒淇，她有设定的人物和故事和感受和情绪，就是大家能够被有代入感。对，我在舒淇的表情里面看到了眼神，任何时候眼神才是真正表达、传递情绪的最要紧的环节，而且眼神内心有了以后，肢体就准确了。相比之下，还是舒淇稍微突出一点啊。舒淇有一个，她歪歪的，很放松，她不讲你就不觉得你是跳舞的嘛？你来干嘛的呢？对，你不跳不太知道你学过跳舞，大概。对，你不讲都不知道你能跳舞。对，是的。所以这个是她的优点，因为当演员的优点。好吧，我也选舒淇。谢谢老师，谢谢。现在结果其实是出来了，舒淇是4个哦，所以是舒淇胜出了嘛？哦，那就好，舒淇获胜。舒淇获胜了。好，棒。然后舒淇，恭喜你了，来。哇塞，羡慕啦！好，欢迎你来到我们无限超越班，成为我们的成员。哎呀，完了，马上就轮到我面试了，才发现那个证书跟那个手写笔记没有加进简历里。别急哥，笔记本带在身上了吗？我带了，但是我放在包包里压到皱皱的，好像不太正式啊。用扫描全能王啊，一键全部搞定。你看。一拍啊就能智能去褶皱，高清扫成 PDF， 还能直接和你的原简历啊进行合并。各类的证书呢也能清晰扫描，自动排版，规整又好看。哇，那么快？对啊，几分钟就能搞定。平时啊，我报名办签证啊、交材料的时候，其实都用它，又专业又方便。我必须要把那个扫描全能王推荐给我的朋友们，肯定得推荐。有请下面一组。我看到2位议员啊，正好跟我和纪伟哥都合作过的，吓我一跳。他那个时候跟陈奕迅啊、杨千嬅那些，他那个时候比他们还红。有请下面一组。我看到2位议员啊，正好跟我和纪伟哥都合作过的，有请下一组信浩江。梁汉文上场。加油！ Hello， 各位监制老师好，我是演员辛浩江，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梁汉文。我看到梁汉文的名字的时候吓我一跳。没想到你也过来啊！他那个时候跟陈奕迅啊、杨千嬅那些，他那个时候比他们还红。对，我小时候都听你的歌的。哎呦，真的。你先休息一下，好，让梁文来讲一下。好，我在1989年就参加新秀歌唱比赛，拿个男歌手奖。演出过大概原来有60部左右的电影电视剧，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客串了。然后我相信在内地的朋友比较熟悉一点点，就是在2002年播出的那个齐天大圣孙悟空，我就演这个唐三藏。阿弥陀佛，弟子玄奘，今天不耻冒昧，诚心踏入宝寺。悟空勿能勿进啊！哦，对，我才想起来，他 TVB 版《西游记》那个年代，我还是那个小鲜肉的年代，把我的头剃光了。然后呢，有一些网友朋友就跟我开玩笑，因为我演个唐僧嘛，然后在我的人生当中，其实遇过不少的不顺利的事情。他们说我经过9981难以后，
我终于在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在前几年就跟大家重新见面。我现在55岁了，我希望自己可以继续把握再次给我的机会。谢谢。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嘛。对。披荆斩棘的时候，你已经在乐坛啊之类的就重新出发嘛。啊，对。这次可能是在影坛来重新出发一次。没错，没错。对，非常好。那休息一下。好嘞。新浩江。对你先介绍，然后再会要你们2位一起来演。各位监制老师好，我是演员辛浩江。我是因为“该死”这个关键词被骂上热搜，从而走上了演员的上坡路。我演的那个角色是《边水往事》的毛潘。提到这个角色，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超雄、欠揍天团，然后飞扬跋扈。没有看过也没关系，我准备了一个视频，然后想请各位监制老师看一下。你确定要玩这么大吗？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你确定要玩这么大？明明是你们自己不知道。天哪，是他！哦，是他，是他。哦，英雄可救不了美人。但是我是太好看了，我当时狠狠追。你以为你谁啊？在二位哪家？李老师。哦，这个就是我演的毛潘。因为这个角色比较深入人心，很多观众把我本人还有这个角色就焊死在一起，所以我也算是经历了一场非常抓马的网暴。吴镇宇在片场有没有缠你2耳光？是你接不住对手的戏啊？哎，不好意思啊，因为你对手太好啊。那是。不是，因为有时候骂你，网友逗你玩。你觉得当时你觉得你演得好吗？我其实网上骂我最多的一点是我瞪眼，但其实我自己演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根本我觉得是经验的问题。其实大部分演员都经过这样子的，刚刚出来演戏以为自己不会演，就去抢戏，瞪眼啊，眉毛跳啊，对不对？然后就这里嘴巴抖一抖啊，就。你难道当时想抢他的戏吗？没有。所以你当时在想什么？是紧张还干嘛？因为这个戏也是4年前，我演这一段戏的时候，年龄跟毛潘在剧里的年龄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他的这种使劲儿，他其实内心是没有东西，他是在。他因为心虚所以炸，对吗？他在强撑着这个东西，我要比你强或者怎么样的，而且身边的人是没有人跟他说真话呀什么的。那如果要你再演一遍那个，你会想出另外的办法去演吗？可以啊，那就好。你回想啊，我可以啊就好了，就有进步了，所以那个就翻篇啦，对吗？对，所以我来到这儿，我希望有机会能演到更多不一样的角色嘛，然后让大家看到我的这个多面性。好是。出题吧。好，既然2位都跟我们监制老师合作过，然后我们，这位老师下场帮他们搭戏。好，搭戏啊！来，那个桌子过来吧，理解了。演那个，你们有看过《Deer Hunter》猎鹿者？要玩那个俄罗斯轮盘，每一枪都是要命的，6发子弹，不知道哪一个中枪。里面就有1发，5发是空的。俄罗斯轮盘。明白了吗 ？OK， 明白。好，马来，进了马来，开了没？来，
文瑞，过来。过来。哎，文仔，過來，過來，喂！頭過來，頭過來，走來。來，我求你了。走，来。Go！ 我求你了。没人愿意演死是吧？他没演那个被打死哦，根本就没有了。不是，他们不演。最后一发，我已经给机会给你了。我已经说最后一发，你就拿着，你不拿我就限你可以啊，我自己来就可以。所以我们这次考题是考最后一发。你不死你就打死他好了。就是我认为那个真实的紧张感是有的，两位都有，因为我看进去。可以的。我觉得他们演恐惧的时候，简直是演得太好了。这么饱满的表演是我非常欣赏的。我们不提醒你，只有1、2、3、5跟6是演戏的重点，因为你是脱离生死，他是要死的人。我都能看到你的第一发、第3发、第5发，你那越来越恐惧的变化，我看到。谢谢。就是我在想，演员在表演的现场啊，他有时候很多是需要急中生智的。他在表演的时候，我在抖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判断我下面该怎么演，什么节奏把它变化一下，想招。我们现场经常会碰到这些问题，要想招让它变化。这种演员其实表演的时候瞬间要照顾很多的情况，灯光怎么了，是别人演员怎么了，要顾及很多个情况来判断我应该做出什么反应。他在演的时候，你有这么多的时间让你想接下去第2枪怎么演，
就是各种可能性都要把它有一些展示，但是OK， 我觉得这个演的还可以，可以，很好状态是真实的，真实的啊。好，我评分吧。我觉得很难分呢。哦，那分不了，分不了，因为其实各有各的状态，有点难呢。何老师，我觉得梁浩文先生更稍微成熟一点，我把这票投给梁浩文先生。选他。梁汉文是吧？哦，我想这票我给梁汉文。梁汉文。OK， 好，这样呢，不好意思。好，谢谢。慢慢的在探索啊。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就是你来接受这个。梁汉文来领这个入班卡。刚才表现真的有点紧张，然后好久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演戏，所以突然间，希望继续下去可以有更大的进步。谢谢大家。好。看完，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朋友兄弟，有个 VCR， 要跟你讲几句话，看看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听说梁汉文要参加这个无限超越班，我非常佩服他的勇气，然后继续的挑战自己，尤其是演技上面的。我听到他要参加这个节目，我就想到啊，我跟他合作过一部电影叫《烈火青春》的，他演的还蛮好，挺自然的。希望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不断的在挑战自己，继续闯，然后可以锻炼一下，应该会是一个很美好的经历。我觉得也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加油，我支持你的，梁哥哥，加油哦！谢谢，谢谢。刚刚面试完，感觉怎么样呢？紧张肯定是有的，但是老师们对我的评价，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你会很在意结果吗？其实每一次试镜都是人生的一个转场，和做音乐一样，面对挑战，我都抱着全力以赴的心态，我守护我的梦想，而马一宝守护我的后盾。希望人生眉末都有马一宝守护，让我能安心去演好每一个自己。现在我们请下一组，这下一组呢是刘大越跟朱美琪，有请。哇！无限超越班，你好，无限超越班邀请您参赛，但名额有限，只能邀请1位，下午会通知1位。嗨，妈，你演技这么好啊，肯定是你去。大越，粉丝喜欢的都是你，肯定还是你上这个节目，宝贝。就他的演技，我感觉你们无限超越班肯定邀请的是我。恭喜大越妈入围无限超越班。妈妈做到了，大越妈做到了。准备。这塑料母女情是吧？凭什么是他呀？可是大越，这个节目很真实，到时候如果演技不好，是真的会被观众骂的啊。那到时候你们骂了我妈，就不能骂我，就不能骂我了啊！哦，很可爱，很可爱，我太喜欢他了。大家好，我是大越妈，很开心今天能战胜我的女儿来到咱们无限超越班。其实呢，这是我创作的一个短视频，然后里面的大越和大越妈都是我一个人扮演的。
我叫刘月，是一名长期活跃在短视频领域的剧情创作演员。从2019年呢，我就开始接触短视频，1000万，从一个个没有名字的配角，到慢慢打磨出了被大家认识的大月和大月妈。很感恩这些角色，让大家慢慢认识了我。看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你作为一名短视频创作者，为什么会来到无限超越班这个舞台上？首先，我很感谢互联网把我带到这儿。我来到这个地方非常的紧张，因为确实没有经历过，也并非科班出身，所以懂得也不多，就是喜欢爱好，就是喜欢捕捉生活上的小细节，然后把它加到创作里。没有人找我演，我就自己拍出来自己演。我想问一个问题，你那些短视频全部都是你自己创作的吗？坦白说是这样的，一开始其实是的，因为这6、7年我发布了500多条视频，平均每一条是2到3分钟。因为确实创作会有一些压力，到后面逐渐的去招了一些自己的人，然后去打磨磨合。然后来到这儿也是因为短视频的创作节奏非常的快，它的情绪和角色是属于爆发式的、碎片化的。来到这儿也是希望能够学习到沉淀呀这种层次感的一些演绎。谢谢大家。确实，当今的这样的一些平台，给有这个表演梦想的人提供了很多这样的机会啊，确实是挺好的。在短视频里面，不乏有这种善于表演、有创作各方面综合能力的人。我们有时候也刷，刷到好的，刷到有意思的，内容有质量的，真的也是给我们的业余生活带来很多乐趣的，非常好的。辛苦的。谢谢老师。不简单的，每一条都演2次，又演女儿又演妈妈，不容易的。偶尔可以，我每一次都这样子，都很累的。创作确实是人才啊。好，那我们请出下一位的学员，有请朱美琪。美琪。火辣辣的辛辣，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小辣椒，它透着心里红。参见夜莺啊！哎呀，太带劲了！请你多批评。下一个组合有火辣辣的我，是配合了范老师，我得去当评了。哎呦，可以。既然这么好，我是造型完毕的朱美吉。朱美吉是谁？其实大众对我的初印象就是喜人朱美吉，因为过去2年我一直在做喜剧，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机会，我才来到了这个舞台。我准备了一段视频。我叫朱美吉，他们都叫我美吉，我与他人有何不同啊？梁山伯，你好好看看我。飞机上哪儿有邂逅啊？最近有那个你们优化了。参见夜莺。夜莺，你这么干吗？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你是劫匪，这象征权力的龙头杖就是我的啦。这不是儿戏，这是权力的游戏。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呢，它就舒服喽。对，我参加了《喜人奇妙夜》的第1季和第2季，在这个舞台上，我和我的搭档刘思维，我们组成了一个组合，叫思念成疾。我们这2年一直在自己编、自己演喜剧，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8个作品，然后我们也收获了我们自己的大团，然后在第1季的时候，我们获得了冠军喜团。这一次其实是我，脱离我最熟悉的环境，第1次一个人来参加比赛。那就主要讲讲我的来时路。其实我是09年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就读中国舞专业。15年我考到了舞蹈学院，但是换了一个专业，是音乐剧，读了本科，并且19年读了音乐剧系的研究生。从大3开始，我开始演话剧，直到现在还是在舞台上泡着，会有一些安全感给到我。然后剩下的10年其实是跟郝蕾老师有一起。你演谁呀？就非常小，这个你有跟我同场戏吗？没有啊，对，所以就是在办公室里的一个小员工，对。然后这是一些古装戏，都是客串的一些角色。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团队的小伙伴想给我剪一个那个影视片段，结果
没有办法完整的找出来，就剪完了有点像那种变装视频，就是因为角色有的时候太碎片了。我来的目标就是诠释一个能从头活到尾的角色。我希望有一个人物弧光，如果不行，我就多活几集也行，一点一点来也行。对，就这样。谢谢老师们，谢谢大家。我觉得你们2位都有一个同一个点是，你可以尽快出来。我觉得很难得是女演员选一个喜剧路线，女演员当喜剧演员是不容易的。你们一开始去演喜剧的时候，你们感觉对自己内心有什么困难之类的吗？一开始就是觉得创作很开心，就很搞笑，因为我从小就很搞笑，可能也受我爸影响吧，他也就是很逗的人，然后我就天天，我从6年级的时候就看那个笑话大全，就天天就咯嘎咯嘎在那乐。对，他就天生就对，朱美杰就是还是想演正剧的内容比较丰富的大女主的那个人物是吧？我一定期待，但是我仍然不想放弃做喜剧。就是因为现在市面上我们接触到的剧本都不是特别的好或者完善，所以喜人就一直重返喜人舞台。我是喜人的忠实粉丝哎，对，我会追着看的。那当然我也看过你，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进步是他不是故意搞笑了，那主题很深刻，有的甚至很深沉，只不过他们的方法是喜剧的，对，所以喜剧真的很难搞。我直接说出来，我看你喜人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出跳，是因为就你还是基于表演的基本原则，就它虽然是夸张的，但是那个情境大家得当真啊。对啊，那我也看了你的史密斯夫妇，我觉得就是那个没有完全掉在那个情境里。其实表演的原则，不管是喜剧、悲剧、闹剧什么剧，它是不会变的，啊，所以就是我现在要给你们出题，也是来看看，就是你们的临场的感受力，好不好？来，你们2个是一个主题啊，请你们面对镜头。你们先放松啊，先什么都不要想，也不要预设，就是放松，就是真的听见我提供给你们的讯息，好吗？真的听是非常有利于表演的，好不好？这个情境呢，是你们人生中的最后一刻，最后一刻，你们要离开这个人世间了。你们的脑子里出现了很多的画面，像过幻灯片一样。那出现的就是你们经过这一生当中曾经出现过的场景。现在你以这样的视角看着你刚出生的样子，一个小婴儿的你哦。接下来是你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样子，第一次进到幼儿园的你在院子里玩耍，这个时候你突然看到了，其实你的父母并没有走，他们一直在门口等你放学。接下来又是一张照片，一张全家福，也是最全的一张全家福。想一想，为什么这会是最全的一张全家福？接下来是你生命中第一个喜欢的人，你看到他是什么感受呢？孩
了个眼。接下来是你第一次崩溃大哭的场景，请看到那天你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情绪？接下来，你看到了一张你去世很久的亲人的照片，想跟他说点什么吗？请用你的眼神把情绪传递给他。最后，你看到了现在的自己，想和自己说什么呢？也请用眼神向现在的自己把内容传递出去吧。好，结束。哇，演得好好啊！嗯 ，OK， 好，结束。来，你们俩，对，我们也看了投入。那两位女演员也是比较能够调动的，有变化。然后感谢郝蕾老师平静的阅读，提供给你这样一个条件。我觉得你是放的比他要松一点，你还在呼吸，你还在呼吸，对后面的发展很不利。你越放得空，越符合这个规定情景，但是后面还是各有千秋啊。对，对，我觉得可能在大岳身上呢，他放空的刹那间就是来到了，而且我觉得大岳你的表现会让我觉得你这一生的每一帧都过得很美好，都是幸福的你。我很喜欢你的整体的所有的一切的一个状态。你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去完成一个任务，而是瞬间的松弛掉了自己，只剩下眼睛和微笑和状态。但是呢，每集的进来的晚了一点，特别是当你看到了可能离世最远的你最在乎的那个亲人的时候，你把眼睛闭上了。可是实话说，你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那么亲，可能小时候你奶奶去世了，奶奶突然出现了，那一刹那，也许你不会闭着眼睛半天，然后再重新演，就是你的演绎是在演的一个段落。他在感受你在演，对，他很明显，因为你们两个是在同一画面，所以看到我们整体的感觉是很真实和清晰。好，谢谢老师。我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老师们说的非常对。突然把这个人摆出来，我的防御机制会起来。不，你要享受表演，别
就是别急，你的任何角色也都是由你而产生的呀。刚刚你又不是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虽然是一个小情绪练习，但那也是一个人物，并不是你啊。所以每集你要在学的太多，在舞台太多，好像一直追赶自己的演技表演，所以你要改变一些想法，别那么标准答案，别那么用力去出来。大越当然他没有技巧，有时会卡了2下，但我们能看见他眼睛里面看到的是，看到跟表演情绪是2回事，是吧？所以美杰你要再放松一下，可能突然间有惊喜，别急，我知道你很急啊，你是武功的不甘心，你是可以的，哎。我想救美吉，让他知道有另外一个方法去对待表演的。你太极限太严重了，对于表演这回事，所以我想，如果我选你，就能带一下。我选就改变他的观念，想改变一下你对于演戏的看法啊。郝蕾。我不投，你不投，我不是特别满意。投票。我投他。我看到他那个深入的这种感情的各种变化。好，美吉，好，美吉。谢谢老师。我想把机会给大越。谢谢老师。好，那现在是2比1。美吉的条件实在是非常好，是一个大青衣的条件。他如果说能够继续留在舞台上，能够愿意听大家的这样一种吴老师刚才说的，就是纠正你的表演的状态，对表演的认识，我觉得将会很有意思，啊。如果现在走有点可惜，然后但是你们俩相比之下呢，就此时此刻今天晚上，我还是觉得大越。要更好像要那个什么一点，好吧？那就我就不好意思先。好了，2比2。大越，2比2，来。哇，晋级2比2 ，OK。对啊。不是说所有的互联网能够成就一个又一个的喜剧人也好，视频这个创作者也好，他就能够说我是一个演员了。直到刚才的那个表现。我看到了他，我就又想到，就像上一次的丁真一样，就是那一刹那，我又会觉得，其实表演，它的灵气和它的开窍，就是在一瞬间，不管他出生于哪里。我这一票我还是会给大越。谢谢老师。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人，可能你没有那么懂。什么叫真正的表演？该怎么表演？但是就可能因为你不懂，你没有那么多的杂念，你也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技巧，你就靠了真诚打动了我，所以我现在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观众，你打动了我，我要投给你。谢谢。3比2。好，3比2，陈如老师来。哎呀，你关键了，你关键了，你关键了。我觉得从各方面条件来看，朱美吉还是好一些的。好，3比3，好，3比3。那怎么办呢？现在我们7个人有1个是弃权的。郝蕾姐就决定了，那咋办呢？让我想一下，谁都说了什么啊？我选朱美吉吧。OK， 好。哇！谢谢，没关系，你先休息，很可能把你找回来的。好 ，OK， 谢谢。哎，我告诉你，如果你没选朱美吉呢，我会利用。你会跟我打起来是吧？不，我会利用我那个会救他回来。现在呢，我可以他用他那个救他回来。老师，我等您，我会加油的。
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已经很开心了。然后能听到老师们夸赞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我感觉我来到这儿其实就是成长。我即便是被打败了没关系，或者我即便是倒数第一也没关系，因为我也做好了做倒数第一的准备。只要我自己在这个演艺的赛道不把自己淘汰就可以了。美琪，你就过去领你的。哎呦，美琪，你又是这样干嘛？在这里。人生不需要这样啊，那么急干嘛？在那里。然后讲一下感言啊。这就是有好的老师引导嘛。好奇怪。放松。哎呀，不要这样啊！我头一次觉得我受之有愧一个东西，然后我很讨厌自己变成这样，我觉得很难看，但是我。哎，人生就是这样啊，就是那种大女主的胚子。我会努力，然后我也会完全的下去，再跟他也好好聊聊。然后没事儿，加油！说没可爱的女生。你看，表演有另外一个方法的哈。你放松了，你会更有魅力。对呀，我很难放松，但我会唱。那为什么呢？好吧，很漂亮。好，恭喜你，很棒。好，恭喜你成为我们无限超越班第4季的成员。谢谢。我深知这个舞台上的曲和流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而我偏偏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德不配位。那个等待的人应该是我。他能做到的。棒！是不是很奇怪这个人？太紧张了。哎呀妈，看着我都要哭了。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宝守护。我们大家都知道，演员这个身份不光是涵盖了影视剧啊、话剧啊，我看咱们这些艺员当中，其实也有不少是接触过音乐剧的，有的甚至是音乐剧专业出身的，像张可盈，哎呀，和开思源，哎呀，加油，小老弟加油，哎，音乐剧加油！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老师们好。啊，是啊，你们两个都是中戏的师姐师弟啊。对，这是我师姐。啊，她是表演系，你是哪个系？音乐剧系。但是可盈你也有过音乐剧的表演。对，就是因为演了高中的音乐剧，然后爱上了表演的。自我介绍吧，好不好？思源，你先来。各位监制好，我叫开思源，今年22岁。我去年7月份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表演班毕业。我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人，然后我性格也特别温和，对，温。然后再加上我在学校里面呢，老师经常会让我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包括很多老年人。所以说，同学们喜欢给我起外号，他们叫我“男女老少”。我觉得我在学艺这条路上，真的一直都是很幸运的一个小孩。大3的时候，我们的课变成1周4天课，余下的3天我都会和我的经纪人姐姐在外面跑组试戏。然后终于我在毕业前，我接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机会，就是雷雨。我没想到我能和像胡军老师、卢芳老师等等其他这些优秀的老师能够一起合作演出李六乙导演的作品《雷雨》。
在这个里面我真的学到很多，这个真的算是我毕业之前吧最扎实的一次沉淀。你演周冲是吧？对，我演周冲，这很合适啊。在这个之后，我仍然在继续试戏，但是从毕业7月份之后到现在吧，算是9个月。我其实当中实际工作就只有2个月，因为我在影视方面确实没有接到什么角色。然后我选择2个月在乐园工作，我想边上班边建组试戏，也是带着麦，然后在室外是真唱、真跳、真演。那个舞台，我们每天面对那么多观众，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磨练。刚刚接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激动，然后但是紧接而来我就特别紧张。我也是，甚至睡不着，我会担心，我一直在犹豫我要不要来，甚至后来会这么想。但是前段时间呢，正好我和我的好朋友，张真源，我们晚上在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的想法，因为他这方面比较有经验，他当时就愣住了，他说：“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去？大家都不认识你，你最重要的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看到你、认识你。”所以他这番话真的是挺给我鼓励的，所以我就决定来了。我今天站在这儿，我希望能够通过无限超越班的舞台，让更多人看到我，了解一个真实的开思源。来的选择是对的。哎，你在环球是干嘛的了？对，就是室外的一个场地，然后冬天我们就会在外面唱音乐剧，讲一些故事。1个星期表演几天？演满了2个月，每天3场，然后1周差不多也3到4天。挺好的，锻炼锻炼。对，没有影视剧的时候，参加这种演出是对的。就没在家躺平，挺不错的，是吧？还在自己去工作努力，挺好。谢谢各位老师。好吧，我们现在要出题，要面对镜头的。那你用一个身份吧，或者是你自己也可以分别跟你的最好的朋友、你的恋人和你最亲近的家人说再见、告别。准备开始你的表演。好，跟着接着就是你最爱的你的恋人，相爱的一个恋人，告别了。再见。好，最后就是你最亲近的家人。老师，等一下，我调节一下。当然。哎，我有纸，我有纸。谢谢老师，谢谢。跟家人。哎呀。啊。很好啊，很好，很好。你说是个舞台剧演员呢？哎，放松好多啊。这个开源呢，我觉得最后的跟至亲的亲人告别的，我觉得非常有层次。先给他们告别，又让他们要放心吧，然后又摸一下自己的口袋，说
没关系。然后到了拐角的地方，再看一眼，因为我经常就是这么告别的，我觉得非常好。以你现在这人生的经验，能够马上能够做到3个，我觉得已经非常难得。谢谢老师。好了，那我们就完成这个表演，大家来，可盈，可盈。哦，好。张可盈我知道是凯丽姐姐的女儿嘛，对吧？各位老师好，我是演员张可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参加学校校庆的音乐剧，然后由此就爱上了表演，出演过7部话剧、7部音乐剧，舞台场次超过100场。然后，特别有幸的是，我有演过小庆老师在电影版《原野》当中饰演过的花金子。我今天特别想表达敬意，因为当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不止1次的看过那部电影，您在当中的表演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启发，我学习了很多。谢谢，加油！一共是拍过27部影视剧，相对而言，大家可能看过多一点的是《幸福到万家》当中的何幸运。就像何赛飞老师也有说到，我明白，因为妈妈可能我收获了更多一点点的关注，所以说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在网上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或者是大家对我的要求会更高，这些都是应该的。所以对于我而言，我只会用更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也更加的努力。我希望我能够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向前走，哪怕慢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是脚踏实地的就好。很棒。你觉得你因为你的背景，你觉得这个是帮助还是压力呢？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不管是可能从小的耳濡目染也好，还是说看到的东西可能更多一点，就像我刚才听到薛炳侯，他还比我小，我听到他的那些经历，我特别的感触。我明白这些是我多得的那一部分，那所以说这个是我更要给自己的这种压力和动力，这也是应得的。出题吧。出题吧。有个题目，那毕竟你是在艺术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那妈妈那个时候的渴望是万人空巷，那我倒是很想看看你这一代的年轻人对渴望里边的这个情节会是怎样的一种感悟。你渴望上学，为这个你痛苦过，你盼了多少年，上学是你的梦想，这我都清楚。我是想咱们都还年轻，可以拼一下。他是这样的哈，妻子想考研提升自己，丈夫认为呢就安于现状吧，别去考了。可是妻子不甘心，坚持要追求自己的选择。好，找一个丈夫呗。来找一个同学，我找一个年少一点的。慢一点，当心。打开。两边。哎，把门要拆了。好，在哪儿？往哪边？老公，师哥，你演我老公吗？师哥，我来。有什么衣服能给我一件吗？我给你这个。跟我这个吗？算了，不是西装不太行，没事。需要外套吗？没事，算了，没事，哥，谢谢。算了，西装算了，走。好，谢谢，拉链就行。我演个什么样的男的？你就是 PUA， 然后你特别的普信。哦，我是大男子主义那种 PUA 你，掌控那种。张可盈，我在。你来了，哇哦！哎，好，这个老公躺平了。真好哎，来预备，开始 ，Action！ 老婆，老公，你回来了。今天好累啊！你又累了。进来。你又累了。你怎么化妆了？我化妆怎么了？不行吗？不好看吗？今天出门了？我今天没出门，你不是知道我在干嘛吗？还穿裙子，这么冷的天穿什么裙子呀？你不是说我腿好看吗？我穿给你看也不行啊。就是因为腿好看才不能穿裙子呀！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现在只在你面前穿了。
那这样乐的挺。这是什么老钱的笑声吗？今天咱俩喝点。什么大事啊？先喝了，我告诉你。聊一下啊。等等。烤这东西干什么？哇，你媳妇儿考上研究生了？不是我问你，你烤这个东西目的是什么呢？我想去工作。宝贝，我给你捋一捋啊。你考研是为了有个好的工作，你找个好的工作是为了赚钱。我现在每个月我把钱我都给你了呀，你都已经拿到结果了，你非得重视这个过程干什么呢？不是，我工作不只是为了钱呀。你工作不为了钱，你为什么呀？咱们做人能不能实际一点啊？那会儿我答应你，我说我先不工作，那是因为你说我们两个刚结婚，我不要跟你异地，你是这么说的呀，对吗？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很稳定了吗？我也想做我的想做的事情，我也有我的梦想。对，人都要有梦想，对不对？但是我想问，就是现在你好的生活都有了，你为什么非要去工作呢？因为我想实现我的价值，可以吗？你上班了，你上班了之后，这个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对着这个桌子、这个椅子、这个床，这一切这一亩三分地只有我一个人。你有一个很精彩的世界，我看着你跟你的同事在那说笑，可是我只有你，我只能在家里面等着你回来，然后你摸摸我，然后你摸摸我，跟我说宝宝，我今天在外面工作了什么？可是你甚至都不愿意跟我说你工作发生了什么，因为你觉得我不懂。我跟你说什么呀？你都知道你不懂，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呀？所以说你现在根本就瞧不起我。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多险恶吗？那又怎么样？你知道岗位有多少吗？你知道我想出去看看我自己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吗？你懂吗？你不要跟我说了，不要跟我说了。张浩伟，我以前只觉得你像你说的一样，你只是想用你的爱来保护我，但我现在觉得你只是想用你的爱来控制我而已。你记得好吗？我不只是你的爱人，更是我自己。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好。张浩伟比昨天演的好啊。对呀。张浩伟演的很好啊，谢谢师哥。我得谢谢你。谢谢师哥。这很神奇哦，你。好，你下去吧。你先下去吧。谢谢师哥。好棒，演得好，我非常惊讶，因为我觉得你收放自如，然后你在这里面这个有层次的，就是跟他说你可以出去见世界，但是我们见不到，因为这个比较符合我大女主的看法。我觉得你在爆发的当中是有层次的，而且是有缘由的。我觉得在表演上面，我觉得爆发点
是非常好，而且收起来也是很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因为对比郑志伟跟熊黛林，对，熊黛林她有曲线，你知道有线条，棒收回来，收回来，收回来，收回来回去，但是你就1度，就呼麦嘛，这是。但人的情绪是很难像飞机一样的往上。但是你如果这个即兴表演的爆发力，所有度、台词啊、密度都有，还是不错的。你不要认为那是一种压力啊。有个老演员很有名，叫葛存壮啊，戏演得好，人家都说，这是他儿子葛优。可是后来呢，人家见着葛存壮，就说这是葛优他爸爸。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少听到张凯丽的女儿说这是张可盈的母亲。哎，要不要一起上来吧？咱们评选吧，评。然后我支持一下开思源。这个小孩挺努力的。我当老师，我教学生，我见过太多你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真的每天都在玩游戏，也不想事儿。但是你看，你又演过李六乙老师的戏了，又是专业院校毕业的，但是你还是在没工作的时候愿意去到游乐园，就跟薛炳侯一样的，能吃苦，我觉得挺棒的。你们这么大的孩子，愿意吃苦的太少了。但是这个行业就是不吃苦做不了的，非常好。我给可盈1票吧。谢谢老师。其实这真的是有点难给，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好。我觉得里面很能够让观众去带入，而且我觉得我们无线教育班就是需要你们这样子的年轻人，让我们去培养，希望你们能够更了解自己，就能走得更远。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应该加入我们才对的。他们两个呢，在当下都不能说有多完美，但是他们让我感觉就是好像看到了优秀的好苗子，不想让任何一个失去这个机会，因为他们都很优秀。那2个我们都选中可以吗？我会跟小庆姐一样，我2个人我都想留下。行啊，我也选2个。我是2个呀，那就2个都进了。谢谢老师们，这很好啊，来，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开思源，谢谢老师。恭喜2位，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们。绝对是意外之喜，我也感觉好像我曾经为学表演啊，包括练习声乐舞蹈那些熬的夜花的时间，好像都被看到了。我想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努力提升。如果大家看到了在努力的小张就可以了。我们有请下一组，请吴天豪上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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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我，干呕！也不许多，哎呀，这样就不许多啊！来了，哎呀，哇，老师们好，各位监制们好，督导好，我是曾经呢默默无闻在长剧当中一直当小透明4年，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却在短剧当中1年呢成为了短剧姐弟恋天花板的演员吴天豪。哎，哇啊！你有没有跟小庆姐演过？演过没有演过？没有演过怎么说天花板？对呀，姐弟恋的天花板在这里。对呀。啊，对不起，
没关系，我们展望未来。对对，啊对 ，OK。我今天就是等了很久，然后在后台一直干呕，然后让大家笑话我。就是我是一个看上去特别开朗的人，然后我的 MBTI 是 EFP， 就是快乐小狗嘛。我是一个气血特别旺盛的人，大家可以看我没有涂口红，然后就天生嘴巴这么红。你确定你不是上火吗？刘涛老师，我这还没有上火，而且我看见你讲了那么多话，你从来没有看过我跟吴镇宇。就是看完小静姐就看郝蕾，看完郝蕾就看这两位。不敢看是不是？不敢看你们。不是，因为我姐弟恋演多了。没有，老师，其实我只演过2部姐弟恋，就演成了天花板。那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毕业于电影学院嘛，之前我一直都是在假期时间，我去试戏建组，在长剧当中饰演一些小配角的角色，然后我就会觉得一直没有很好的机会，可能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路？直到我接到了一个剧本，那这个剧本第一次让我看到，原来短剧也是有这样可以，干干净净去讲述2个人感情之间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刚好就是姐弟恋，也就是我的第1部作品《江南十杰》。这部作品呢，我在其中饰演的是一个黑芝麻汤圆儿，也就是外表白白的，然后内心是黑心儿的。通过这部作品呢，让大家认识到了我，奠定了我先在短国当中是一个弟弟的一个形象。随后我在25年底呢，拥有了破了30亿播放量的剧，它叫做《金屋藏娇》。随后呢，我就进入到的一部剧叫做《18岁太奶奶重整家族荣耀》。这部剧是一个系列剧。它确实是一个爽剧，但是它讲述了很多人文关怀呀、家国情怀呀，还有一些航天啊，还有一些就是一整个家庭当中的很多的温情的一些小故事，是一个群像戏。这部剧呢，确实让我打开了自己非常多的在短剧当中的一个知名度，让我有了很多的流量。那不如来个考题了吧？好呀。好，题目就是年下弟弟向暗恋多年的姐姐告白了，那姐姐再一次拒绝。弟弟的坚持与姐姐的挣扎，就在这次碰撞中达到顶点。那要不要邀请哪位姐姐？刘涛老师，可以吗？好，可以。刘涛老师就是什么恋都能。黄昏恋好不好？黄昏恋。啊不，没有。好，来，预备，开始。怎么了你？姐姐，你看上哪件？这件怎么样？你觉得呢？我觉得我能看得上。哦，对不起。哎，我都搞不懂，为什么天天安排一个这样的人在我身边？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你觉得很委屈啊？委屈的话，辞职吧。我不辞职。从你第一次拒绝我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我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一个项目，而不简简单单是做你身边的一个助理。我觉得你可能也是喜欢我的。啊！天哪，你疯了吧？你是不是疯了？哦，天哪！我们很多地方都不合适。是我没有谈过恋爱，可能你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但是弟弟，
你是想让我教你怎么谈恋爱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知道年龄对你来说，喂，快一点呢！你跟谁打电话？跟我爱的人。他打给男朋友了，就过去。我去，不能再去。不可能！我每天跟在你身边，你爱的人在哪？怎么了？好甜的要命！快点！你好，怎么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他常跟我提起你，他说你这个人工作很尽责任。没事的，我知道我女朋友优秀，但是你还年轻啊。但是这些时间到了，我该走了。8点的电影，现在都7点半了，走了。好，这就是我爱的人，弟弟。走了。好，可以了。还是挺好看的啊，挺好看的，有可看性很强。哦，很荣幸，很荣幸。其实里面有一个转职位置啊，刘涛老师是给你的啊，你想学什么？那个时候是应该有一个转变的，但是你不推进的话，他只能打电话。真的。其实啊，可以有另外一些方法，未必是要一直有蜜蜂就围着它。这样，方法太单一啊。那先休息一下。好，谢谢。OK。老师好，我想借个机会，老师给我出一个考题，正好我想在表演上再找找感觉。可以啊，那来一个即兴表演好不好？我是一个身患重病的父亲，我不想治了，所以呢，我就现在要跟你道别，你是我儿子啊，中间随便啊，我们看看即兴表演，懂吗？没问题，我准备好了。爸，别哭啊！我走了以后，最放心不下就是你。爸，你别瞎说。这病太费钱，爸不能连累你啊。爸，我去年在蚂蚁宝上给咱们买了好医保的医疗险，有了这个，大部分住院的医药费都能够报销，不会拖累我们的。哦，我接个电话啊。喂。怎么了爸？误诊了。啊，这保险用不上。不白买，好医保呢，大病小病都能保，还覆盖了很多先进的医药，有了它，治病才有底气。好，我听你的，给自己多一份保障。看，结束了。你这段确实演得不错，还能让大家记住，好医保买了是安心，用不上是幸运。谢谢老师。OK， 下一个。下一个。无限超越班第4季正片，每周6、周日20点20分 VIP 更新上下集 ，SVIP 每周6提前24小时即可观看下集内容。每周6 20点20分上线会员衍生无线电台，解锁一元幕后更多趣事。每周日12点上线无限精华版，一键观看超越班高光时刻，还有更多精彩衍生持续解锁。周中微博花絮、一元 Vlog 等不间断更新，锁定优酷。我现在隆重宣布，无线超班是正式看优酷就用酷喵 TV， 畅享大屏好内容。走了。加热菜好像先吃饭吧，是谁不重要。开始吃。哎，剧情演绎考核。今天是前帮主走了1年的日子，他为了你杀害了帮主。此时此刻遇到饥饿会是怎么样的？
好，槟榔。我要结婚，等我1个礼拜。老太太，我受够了，老太太。我也受够了。快来看，快来看，他哭了。不知道在干嘛，这演啥呢？会变青蛙。请注意，总分最后1名的班级将全员沦为背景板班。微博搜索“无限超越班”话题页参与讨论，解锁更多节目名场面与幕后故事，赢独家惊喜福利。卷起！渣男。对，人身攻击我，哥哥是吗？弟弟，跟我干偶像的，就俩字，志伟接近了，曾志伟。哥，醒醒！此心此景，周杰伦老师的歌，那就来一首左岸的咖啡吧。那是怎么唱？左岸的咖啡你不会唱啊？